各位悦享养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建明。拿到绿卡后，许多朋友会考虑申请美国护照，认为成为公民才算真正安定。这种想法很正常，我们都希望一劳永逸。但今天我必须提醒大家，当前移民审核环境已不同以往，对部分人而言，盲目申请入籍可能反成绝路。你主动递交 N400 表格，就等于邀请移民局重新彻底审查你的所有记录。如今，移民局与国税局数据联网紧密，税务审查严格，过往可能隐藏的问题，在大数据下极易暴露。真实案例就在身边，有人入籍面试后，不仅公民没批下来，连绿卡也被收回，甚至启动递解程序，这绝非危言耸听。因此，以下5类人请务必谨慎，暂勿轻易递交入籍申请。若你符合任何一类，或对自身情况存疑，强烈建议看完本期内容，深思熟虑后再决定。如果觉得话题有帮助，请点赞、订阅悦享养生并分享影片。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直接进入正题。首先要说的这第一类高风险人群，就是那些常年跑卡在居住时间上计算得特别精准，玩文字游戏的朋友。我们都知道，申请入籍有一个硬性的门槛，就是你在递交申请之前的5年里面，必须在美国实际居住满至少30个月，也就是2年半，这是最基本的天数要求。而且呢，这5年期间你不能有一次离开美国超过1年的记录，甚至连单次离开超过6个月，都需要你向移民局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听起来好像就是个简单的数学题，对吧？不少朋友心里盘算着，我不用连续住，只要我这5年里东拼西凑，把在美国境内待的总天数凑够30个月，不就行了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生意重心还在台湾或者大陆，或者家里有年迈父母需要经常回去照顾的，早就习惯了当空中飞人。为了保住绿卡的有效状态，他们可能每5-6个月就飞回美国一次，待上个10天半个月，就像蜻蜓点水一样，入境刷个记录，证明我回来了，我的绿卡还有效，然后就又飞走了。这种做法，如果你仅仅是想维持住绿卡身份，在入境时海关人员如果没多问，也许还能侥幸过关。但是，当你申请入籍的时候，整个游戏的性质就完全变了。移民局官员在审核你的 N400 表格时，他们看的绝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出入境日期和加减出来的天数，他们真正看重的是一个叫做居住意图和生活中心的核心概念。你交上申请表，你这5年甚至更久的所有出入境记录都会被一条一条拉出来列成清单。如果你这5年虽然凑够了30个月，但模式是在国外待半年，回美国住1个月，然后再出去半年，这种规律性的、长期的离境，移民官一眼就能看穿。你并没有真正把美国当成你主要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你的生活重心显然在别处。更麻烦的是，现在各种数据系统太发达了，你填在表格上的美国居住地址，如果是一个你几乎没怎么住过的亲戚家地址，或者是一个商业地址，甚至是某个完全没有水电、煤气网络使用记录的空房子，移民局只要稍微调取一下相关的公共事业账单记录或者信用报告，立刻就能发现猫腻，发现你在这个地址居住的陈述是假的。一旦被移民官认定你存在虚假陈述，或者认定你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在美国永久居住的意图，那么你面临的将远远不只是入籍申请被拒绝那么简单，他们会直接质疑你持有绿卡的合法性本身。很多人的绿卡就是在入籍面试的那个小房间里被移民官一个问题问倒的。根据记录，你过去5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美国生活，你的家庭、事业重心似乎也不在这里。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还需要这张绿卡呢？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上来，或者回答的前后矛盾，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所以，如果你是这种习惯了中美两地或者多的奔波，生活重心确实不完全在美国，只是为了维持身份而勉强计算居住时间的朋友，真的千万别急着去申请公民。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先静下心来，在美国实实在在的连续居住上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建立起真实连贯的生活轨迹，比如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固定的住址，连续的水电瓦斯账单，孩子的学籍记录，社区的参与证明等等。
把这些生活的证据夯实了，把底子打厚了，再考虑下一步。接下来，我们必须谈谈第二类人，这也是目前最容易触雷，可以说是移民局和国税局联合执法重点关注的重灾区，那就是税务申报不规范，尤其是那些存在隐瞒海外资产，或者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矛盾状况的人群。这一点，对于我们很多华人移民来说，真的太普遍，也太需要警惕了。很多朋友在拿到绿卡之后，在海外的资产，比如在台北、上海或者其他地方买的房子、持有的股票、银行的存款，都还是继续保留着。但是，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税收原则是全球征税。作为绿卡持有者，你有法律义务向美国申报你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收入和拥有的特定资产，尤其是那个海外银行与金融资产账户申报，也就是 FBAR。以及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也就是 FATCA， 都明确规定，只要你所有海外金融账户的总值在任何一个时点超过1万美元，就必须进行申报。但很多人的心态是这样的，我在海外赚的钱，我在台湾卖掉一套房子的增值收益，美国国税局怎么可能知道？我把钱转进来，在美国全款买套房子，他们怎么能查得清楚？于是，在每年报税的时候，他们就只申报在美国本地获得的那一点工资收入，甚至为了符合某些福利的申请资格，有意把收入报得特别低，低到贫困线以下。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住在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豪宅里，开着豪华的汽车，孩子就读于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如果你只是持有绿卡，不去触碰入籍申请，也许移民局和国税局还没有专门的人手主动来调查你。但是，一旦你提交了入籍申请，这就好像你自己主动站到了一个巨大的聚光灯下面，还喊了一声“来查我吧”。移民官在面试你的时候，手里掌握的财务资料可能比你想的要详细，他们很可能会看着你过去几年的税表，然后问你：“黄先生，我看到你过去5年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万多美元，但是记录显示你在2年前一次性全款购买了一栋价值200万元的房产，请问购买这笔房产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如果你老实回答，说是从海外带来的存款或者卖房所得，那么移民官下一个问题马上就会跟上。那么，这笔海外资产和相关的收入，你当初在税表上申报了吗？你提交 FBAR 申报了吗？如果你没有，这就直接构成了税务申报不实，甚至税务欺诈。如果你试图撒谎，说这笔钱是向亲友借的，那么移民官会要求你出示借据、还款记录等证据。如果你支支吾吾拿不出来，或者前言不搭后语，那问题就更严重了。这不仅仅是税务问题，这会直接影响到对你良好道德品质的判断。要知道，良好道德品质是授予美国公民身份的一个极其关键的考核标准。故意偷税漏税，在税务问题上做出虚假陈述，是绝对触碰不得的红线。现在美国政府财政吃紧，对税务的稽查力度空前严格，一旦在入籍审查过程中暴露出税务上的漏洞，轻则导致入籍被拒，并要求你补缴税款、利息和高额罚款；重则可能因为涉及严重的税务欺诈行为而被刑事起诉，最终导致绿卡身份被吊销。尤其是那些利用低收入税表去申请医疗白卡或者其他政府福利，同时却在生活中有大额不明现金消费或拥有未申报海外资产的人，申请入籍几乎等于自我引爆，所有的矛盾点都会被串联起来清算。所以说到这里，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如果你在税务方面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或者你怀疑自己过去有没有少报、漏报的情况，在动念头申请入籍之前，一定要去找专业的、熟悉跨境税务的会计师或者税务律师，做一次全面的税务体检和补救，绝对不要抱着以前都没事，现在也不会有事的侥幸心理。入籍审核往往是一次总清算，绝不是走个过场。在我们继续讲第三类人之前，我想问问屏幕前的大家，你们身边有没有听说过因为税务问题而在移民路上遇到麻烦的朋友？或者你自己对于全球征税和资产申报有什么疑问，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也别忘了给影片点个赞，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这些避坑指南。好，我们紧接着来看的三类。
也就是那些绿卡得来本身就可能经不起细看，或者说在获得绿卡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瑕疵，甚至涉及到欺诈行为的人。这一类情况往往比较复杂，历史也比较久远，但它的杀伤力可能是最大的。我们说的底单指的就是你从第一次以非移民身份进入美国开始，到你最终调整身份拿到绿卡，这期间所有向移民局递交过的申请文件、表格、支持证据以及面试时的陈述记录。当你申请入籍时，移民局的官员有权利，而且他们通常一定会去调阅你完整的移民历史档案。他们会像考古一样，重新审视你当年获得绿卡身份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通过政治庇护获得绿卡的朋友。有些人在当年申请庇护的时候，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在陈述中夸大或编造了受迫害的经历和恐惧，成功拿到了绿卡。之后以为身份稳固了，万事大吉了，甚至在还没有入籍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或者觉得自己安全了，拿着回美证或者绿卡，大摇大摆地回到当初声称会迫害自己的国家去探亲、访友、旅游乃至做生意。那么，当你申请入籍时，移民官会仔细核对你的出入境记录，然后可能会问你，你当年在庇护申请中声称你回国会有生命危险，会受到迫害，为什么你在拿到绿卡后不久就多次返回该国，并且每次停留时间不短？这是否说明你当年的恐惧并非真实？你的庇护申请存在欺诈。一旦被认定当年的庇护申请存在欺诈，你的绿卡基础就崩塌了，不仅入籍无望，现有的绿卡也会被撤销，面临遣返。另一类常见的是通过婚姻获得绿卡的朋友，如果你的婚姻是真实、持续、善意的，那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当年你的婚姻关系存在疑点，是为了获取身份而进行的假结婚，或者即便婚姻本身起初是真实的，但在申请过程中，面对移民官时有过不实的陈述或隐瞒，这些都需要格外小心。比如，有人在拿到2年期的条件绿卡后，很快就与配偶离婚了，或者在申请转为10年正式绿卡时，夫妻关系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但为了通过面试，仍然勉强一起去表演恩爱和睦。这些陈年旧账，在你申请入籍时，都有可能被重新翻出来审视。移民官可能会询问很多关于你前一段婚姻的细节问题，甚至对比你当年绿卡面试时的回答。如果发现其中有矛盾之处，或者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当初婚姻的真实性，那么他们不仅会拒绝你的入籍申请，还可能启动程序，撤销你基于那段婚姻获得的绿卡身份。大家一定要记住，在美国移民法的体系里，基本上没有既往不咎或者过期不候这个概念。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移民身份，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哪怕你已经成功入籍了，在理论上，一旦欺诈事实被确凿证实，这个身份都是可以被追溯并剥夺的。所以，如果你心里清楚，当年自己拿到绿卡的过程有点惊心动魄，或者其中掺杂了一些水分，那么保持现状，低调地持有你的绿卡，可能远比主动申请入籍要安全得多。只要你不去主动触发 N400 这个审查机制，移民局通常不会无缘无故的去翻你10几20年前的旧账。但你一旦递交了申请，就等于主动把自己送进了全面审查的流程里。第4类需要高度警惕的人群，是有过刑事犯罪记录，或者有过某些特定不良行为记录的人。关于这一点，很多人存在非常大的误区，以为只要自己没有真正坐过牢，或者案子已经在法庭上被撤销、被封存了，就没事了，就不会影响移民。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移民法对于哪些罪行会影响移民身份的定义，和州层面的刑法定义经常是不同的，但在联邦移民法框架下，却可能被定性为重罪，或者被归类为道德败坏类的犯罪。一个非常普遍的例子就是酒驾。一次简单的酒驾没有造成事故，通常不会直接导致绿卡被吊销。但是，如果你在申请入籍所需要的5年考察期内有过酒驾记录，或者你历史上有多项酒驾记录，移民局很可能会据此判断你有习惯性酗酒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你无法满足良好道德品质的要求，入籍申请几乎必然被拒。更严重的是，如果你的酒驾导致了人员伤亡，或者事故中涉及到了毒品，那么这个罪行的性质就可能升级，直接触发地界出境的法律条款。但是，
必须清醒认识到，移民局是联邦机构，他们执行的是联邦法律。在联邦法律层面，大麻仍然被列为一级管制毒品，是非法的。如果你在入籍面试时，诚实地承认自己吸食过大麻，或者在大麻行业工作，这就等于直接向移民官承认自己违反了联邦管制物质法案。其结果不仅仅是入籍申请被拒绝，你的永久居民身份都可能因此不保。再比如家庭暴力，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只要有过报警记录，或者法院发出了保护令，不管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都会对你的移民申请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甚至一些我们看来是小偷小摸的行为，如果被定性为涉及道德败坏的盗窃罪，也会成为入籍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关于销案或记录封存的问题。很多刑事律师在处理案子结束时，会告诉当事人可以做 expungement， 把犯罪记录封存或清除。这对你以后找工作、租房子可能有帮助，但是对于移民局来说，这一招基本无效。你在填写入籍申请表时，面对你是否曾经被逮捕、被传讯、被指控、被定罪这类问题时，必须如实披露所有相关信息，哪怕这个记录已经被州法院封存或撤销，因为移民局的背景调查是通过 FBI 的系统进行的，你的指纹记录是无法消除的。如果你隐瞒不报，一旦被查出来，这就构成了虚假陈述或隐瞒事实，罪上加罪，后果比当初老实交代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你身上有任何形式的逮捕记录、法庭记录，不管这个案子多么久远，情节多么轻微，在考虑申请入籍之前，千万要拿着所有相关的法庭文件，去找一个专门处理刑事与移民交叉领域案件的律师进行咨询评估。普通的移民律师可能不精通刑法细节，普通的刑事律师可能不了解移民法的严重后果，必须找两者都精通的专家来帮你判断风险。如果评估下来风险太大，那么安分守己的保留绿卡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最后，我们来说说第5类，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类人，那就是在过往任何与移民相关的申请中，曾经有过不实陈述或者隐瞒了关键信息，但当时侥幸过关没被发现，而现在却可能因为信息时代的数据互通而被重新揭穿的人。这不仅仅指我们前面提到的假结婚、假庇护这种明显的欺诈，它涵盖的范围更广、更细。比如，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当年在申请绿卡时，是否如实申报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和移民政策下，对某些组织成员身份的审查变得异常严格。如果你当年为了简化流程、避免麻烦，在表格中关于你是否加入过某某组织的问题上勾选了否，而如今随着各种信息越来越透明，或者大数据关联，或者你在为父母申请移民等其他场合无意中透露了相关信息，这就可能构成严重的签证欺诈。再比如，填写 N400 入籍申请表本身就是一个布满陷阱的过程。表上有一连串注明的你是否曾经问题，你是否曾经被逮捕，你是否曾经在应该报税的时候没有报税，你是否曾经帮助他人非法进入美国。每一个是或否的勾选都至关重要。我举个例子，有些人可能过去在不知情或者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帮助亲戚朋友的孩子用假地址入学，或者在为他人申请访美签证时提供过不真实的邀请材料或就业证明。这些事情当时可能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但在入籍申请的极端严格的背景调查下，如果移民局通过关联调查把你牵连出来，你就会面临严重的质疑。还有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关乎公共负担和经济担保。虽然相关政策时有调整，但如果你在申请入籍时被发现，当年为你父母移民签署了 I-864 经济担保书，承诺会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防止他们成为公共负担，但事实上父母来美后大量使用了政府提供的医疗补助、粮食券等福利，这就构成了你对联邦政府担保协议的违约。虽然这不一定直接导致你的绿卡被撤销，但这会成为移民官拒绝你入籍申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甚至可能引发对你当初担保资格和意图的欺诈调查。这类人的核心风险在于经不起深入的检查。作为一个普通的绿卡持有者，只要你不违法、不惹事、
移民局一般不会主动去深挖你成年的移民档案，但是入籍申请就是一个最强的触发器，它会促使移民局把你的历史放在高倍显微镜下审视。如果你心里明白自己的档案里藏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或者当年有些申请材料是中介包办的，里面具体写了什么你自己都不完全清楚，那么申请入籍无疑是一场押上全部身家的豪赌，输赢难料。说到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后背发凉，心里在想，照这么说，是不是我这辈子就跟入籍无缘了？也太可怕了。我必须要说明，今天讲这些，目的绝对不是要吓唬大家，让大家绝望，恰恰相反，是为了让大家在做出人生重大决定之前，能够有一个全面、清醒、客观的认知。入籍本身是一件大好事，它赋予你完整的公民权利，但它最适合的是那些移民历史清晰、居住记录明确、税务申报规范、背景清白，没有任何欺诈嫌疑的朋友。如果你的个人情况比较复杂，或者不小心踩中了上面我们谈到的这5个雷区中的任何一个，那么我的建议是非常明确的。第一，绝对不要盲目的自己动手 DIY 申请，不要觉得入籍就是填个表、答个题那么简单。你递出的每一份表格，上面的每一个勾选，每一句解释，在法律上都是你的正式陈述，都可能成为未来的证据。第二，在很多情况下，维持现状、按兵不动，往往是最稳妥、最智慧的策略。如果你申请入籍的主要动机，只是为了旅行免签更方便，或者省去每隔10年更新绿卡的麻烦，那么你是否值得用自己现有的安稳的绿卡身份去冒那么大的风险？绿卡或许没有美国护照那么强的旅行便利性，但它给了你在美国无限期合法居住、工作和生活的核心权利，这是根本。为了一个锦上添花的便利，而冒着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的风险，这笔账大家一定要算清楚。第三，如果你真的希望未来成为公民，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先整顿，再出发。如果是税务有问题，就先找专业顾问把税补好，把申报做规范。如果是居住时间有疑问，就先踏踏实实在美国住上几年，建立起无可争议的生活重心。如果是有案底，就先找专业律师完成所有的法律评估和补救措施。总之，把自己的底单整理清楚，把潜在的问题都解决掉，轻装上阵，再去申请，这样成功率才会高，心里也才踏实。我们需清醒认识到，如今的移民局凭借大数据与跨部门协作，在审查税务、犯罪记录和出入境轨迹时，其深度与效率已远非10-20年前可比。切勿以过去的老经验或他人侥幸无事的心态来评估自己当前的风险。移民之路艰辛漫长，走得稳永远比走得快更重要。我们远渡重洋，为的是追求安稳美好的生活，切莫在最后阶段因心急或误判而前功尽弃。若对自身或家庭情况存有疑虑，务必咨询专业可靠的移民律师，获取指导。这份投入远胜于事后补救。希望本期分享能为大家敲响警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若这些信息能帮助哪怕一位朋友避开风险，一切便都值得。如果内容对你有用，请点赞、订阅悦享养生，并转发给可能需要的人，尤其是正在考虑入籍的朋友。如有具体疑问或经历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我是黄建明，我们下期再见。